生活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就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。所以让谁会抓住幸福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，时间会帮我庆祝。所以要学会满足，而不是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什么？明天又要去见校长 ？Are you guys kidding me？ 你们在开玩笑吧？不是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校长，他勉为其难答应明天抽时间见个面。当然是勉为其难啦，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你干嘛还要去烦人家？什么解决啊？事情根本没解决好吗？慧妍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跟小姨道歉。Sorry， 小姨。It's okay，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。Honestly， 我觉得转校并不是什么坏事。我是担心我们的小慧妍，如果继续跟那个 Angel 在同一间学校的话，会越来越多的事情会发生，而且会越来越糟糕。万一你得罪了校长，他不肯写转校信的话，这个重大的责任你要承担吗？大不了就不读喽。不行，你年底就要会考了。小慧妍，我都一直告诉你了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你也不忍。 I'm not talking to you。小林，玛格丽特虽然年纪小，但是我觉得她有些看法是挺成熟的。家中成员碰到事情，其他成员无论大小辈分，都应该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。如果最终能够得到意见一致，当然最好，要不然就少数服从多数。赞成。慧心，你是大姐，你先表示一下意见吧。我看你不要白费心机了。我看大姐现在应该还搞不清楚状况。你也许还不知道，是慧心去学校把慧妍拉回来的。是啊。是，要不是慧心姐姐，慧妍姐姐可能已经流血不止了。小鬼，你不要这样夸张好吗？慧心，说吧。去。哦，慧心姐姐的意思是赞成再去找校长。我也同意。什么烂校长啊！律师的女儿又怎样？律师的女儿就可以欺负人啊？像他这种见高拜见低踩人，根本就不适合当什么校长。我们不只要追究，还要把事情闹大，闹上教育部，闹到传媒，闹成大新闻。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在社交网站发动对这个校长的声讨。哇，浩然哥哥，你不什么什么的，一什么什么的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是啊，你真的是一鸣惊人，动不动就要把事情闹大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纷争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冷漠，就是因为大家互不相让。今天你不让我，明天我不让你，为什么就不可以平心静气的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呢？就因为有你这种怕事鸵鸟心态的人，才会助长那种势利校长的气焰。哎，小浩莲 ，No manners， 你是这样子跟你的老爸说话的吗？小姨啊，民族的真谛就是言论自由。言论自由不包括目无尊长。郝威，发表你的意见吧。我是比较息事宁人的，
没有必要让他节外生枝吧。You see, that's my boy。现在手抄生杀大权的是校长，他肯签转校信已经是很好了，我们干嘛还要去激怒别人呢？所以我和小浩威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小鱼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但是我听了大家说了这么多，我的想法有点改变了。先别说那个校长的人是怎样，是不是见高拜见低踩的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的确是有问题的。他没有必要只罚小妹一个人，而不追究那个 Angeline 打人的事嘛。对，大哥，I love you so much。只是就事论事。姐夫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了就算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法庭就算有了判决，被告者也可以提出上诉，所以我决定明天和学美一起去见校长。喂，慧妍姐姐，你有新的代表律师，有希望了。不过慧妍，我要你答应，不管明天的结果怎么样，你都要接受，不准再闹脾气啊。慧妍，你爸爸说的对，上诉成功固然高兴，要是上诉失败，你也要接受事实。我知道。小林，我们就这样决定好吗What can I say？ 你们决定就决定咯，免得有人说我没事找事惹人麻烦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知道你是关系慧妍的。慧妍，明天我们就带着大家的支持去见校长。好，吃吧。进来。校长早。早。校长，我爹地来了。林先生，你那么忙，还特别来学校，请坐。我的确很忙，可是我也关心我女儿。我听说对方的家长似乎对校长处理有些异议。陈慧妍的父母已经到了。林先生你好，我是慧妍的爸爸。校长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来表示我不满。对一个70同学的学生，只是要求他转校，这惩罚未免太轻了吧？你女儿才最厉害欺负人啊！慧妍，坐下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本来打算报警，可是因为考虑到对方的年纪太小，我才打消这念头。虽然我花了医药费，我也不打算追究。可是，我觉得我当时做的决定是错的。校长，我想提醒你，报警是没有实现的。林先生啊，慧妍的确是做错了，这一点我们绝对不会袒护她的。林先生，我们很感激你的大量。慧妍的作为肯定是错的，所以她应该向 Angel 道歉。要我向她道歉？做错事本来就应该道歉，而且要真诚的道歉。虽然 Angel 的伤不是你直接造成的，但是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断了一根门牙，还得忍受植牙的痛苦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向他道歉吗 ？Sorry。慧妍，道歉可不能够随随便便敷衍了事，要让对方感觉到你真诚的歉意。对不起，Angel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。Angel， 慧妍在向你道歉。谁稀罕？Angel， 林先生，让陈慧妍转校是相当重的惩罚了。他们年底就要考试了，现在转去新的学校，一切要从头开始啊。校长，我觉得转校对某一些人来说，他根本不当一回事，所以我要求直接把他开除。林先生，慧妍如果现在被开除的话，没有学校会肯收她的。犯错就必须付出代价。没错，犯错就得付出代价，所以 Angel 也应该接受同样的处罚。你说什么？小心我爹地告你！为什么我女儿要接受同样的惩罚呢？慧妍，
你来告诉林先生吧。我拿假设来吓他，已经算是便宜他了。他自己吓跌的，还诬赖我推他。他最会说谎，也最没种啊！自己做过的事都不敢承认。他到底做了什么事？他说我抢他的男朋友，就找2个同学联合起来对付我。他叫那2位同学按着我，他呢就打我的脸，踩我的肩膀，踩我买的小布偶。Daddy， 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最厉害就是冤枉别人了。陈先生、贺小姐，关于这件事，我已经查问过 Angel 了，他说没有这回事，口说无凭，没有证据的事，我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。校长说的没错，单听一面之词有欠公平。但是 Angel 说被慧妍推倒，没有纠正打慧妍，不也是一面之词吗？ OK， 那你们的指控有什么证据呢？我没有证据，那就是废话。但是慧妍的同学朱迪可以作证，他现在就在门外。校长，让朱迪进来说个清楚好吗？这，好吧。校长，朱迪，你对慧妍转校的事，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我觉得只是处罚慧妍一个人太不公平了，因为是 Angel 先欺负慧妍的。朱迪，你不要乱说啊！我没有乱说。那天我和慧妍在一起，他带着2个同学把我们拉到一个角落。他胡说 ，Daddy， 他和陈慧妍是好朋友，他说的话没有一句可以相信。朱迪丹，你不要因为慧妍是你的好朋友，就不分是非黑白帮他。校长，你是怎么断定朱迪的话不可信？仅仅是因为他是慧妍的好朋友？我刚才听朱迪这么说，我心里想，我女儿怎么变成一个学生流氓了？可是这事情说得太震惊，太耸人听闻了，我不可能相信。对，我承认 Angel 从小比较任性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，难免有些娇气。可是我敢肯定，她绝对不会打人，绝对不会欺凌同学。李先生，我们身为父母的，常常都认为孩子还很小，很单纯。其实，他们在我们不知不觉中，已经慢慢在成长，在变化。忽然有一天，我们发现，他们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依偎着我们，有什么心事就跟我们说。彼此之间，就好像有一层似有似无的隔膜，隔开着我们和孩子。孩子的心思，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痛苦和悲伤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我很同意林先生所说 ，Angel 一向功课品行都好，我很难相信他会做出那样的事。Judy， 我知道你保护好朋友这种心理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不可以编造故事，诋毁别人。这事我会继续追究，你先出去吧。校长，我有证据，我当时用手机偷偷录了一段。这是教训你，不要假厉害帮人改名。以后少来惹我。那是我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录下来的，连慧妍都不知道。我虽然是慧妍的好朋友，但是我怕 Angel 会报复，所以一直不敢出来作证。Angel 警告过我，说如果我敢多嘴，他就要我好看。他的爸爸是大律师，我的爸爸只是一个小贩。Shut up， 朱丽丹，你不要冤枉我。Angel， 坐下。朱迪，你不要怕，你继续说。直到昨天学妹阿姨找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最后还陪在你身边，不舍不弃的，才是你真正的朋友。学妹阿姨的那一句话让我想了一夜都睡不着。今天一早，
我就打给学美阿姨，说我要为慧妍作证。我女儿怎么变成这样？林先生，你也许是个大律师，在法庭上没人是你的对手，但是你却是个彻底失败的父亲。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崇高又如何？你的女儿已经变成一个打人、伤人、恐吓人的流氓学生，你却一无所知。你也许是个很成功的律师，但是身为一个父亲，你却应该好好的检讨。不要这样说我，Daddy，你要骂就骂我好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关我 Daddy 什么事？你维护父亲，还有你愿意承担错误的态度，令我很感动。在你还没有到法定年龄之前，你所做的一切，你的父母都得帮你承担。你所犯的错，你的父母都得帮你扛下来。如果你因此被抓去警察局，甚至被告上法庭，你的父亲即使是人人敬佩的大律师，也得在警察和法官的面前低头承认自己管教无方，低声下气为你求情。好了，不要再指责 Angel 了。他既然变成这样，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管教无方，请你原谅。Sorry, Daddy， 我错了，你不要难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应该道歉的不是我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对不起，慧妍，我错了。朱迪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别哭了。安哥安迪，对不起。校长，对不起。陈慧妍，啊，你在嘀嘀咕咕些什么？没有啊。是吗？你不是在说什么？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多事。那请问这个家伙是谁？这个家伙又怎么多事了？哎呀，我们在谈的人你不认识的啦。哈，Julie。啊？对呀。什么？可是我好像听见什么，害我们各被记大过一次。你是在埋怨这个家伙提醒校长，知错能改固然好，但是却不能不给予处罚，所以害你跟 Angel 各被记大过一次，对吗？你的耳朵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慧妍啊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？学美阿姨也是要你们记得这一次的教训嘛。哎呀，知道啦，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嘛。陈先生，贺小姐，林先生，谢谢你们刚才的一番话，你们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因为自己的事业忽略了这 Angel 的成长，我答应你们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反省，以后多花一点时间陪陪 Angel， 好好疼她，好好爱她。但是爱要适可而止，要不然就变成溺爱了。一定一定。Angel， 慧妍决定以后每个星期抽出一天到老人院当义工，要不要一起去？我才不会是吗？你都白问的，人家是千金大小姐，哪里会要去老人院这种地方？谁说我不会去？我是说我才不会不去。我也去。好啊，那就一块去吧。怎么叫这么多啊？为了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慧妍不只要转校，恐怕连她心里的阴影啊也难以消除啊。别把功劳都归到我身上，你那份肺腑之言不也感动了大律师吗？还真没想到，堂堂一名大律师也会有这种烦恼。看来如何教育孩子，还真的是一本难念的经。难念却非念不可。糟就糟在不知道怎么念好他。孩子小的时候什么都听你的，
等到他慢慢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想法，就不一样了。有时候问多他2句，他就会觉得你烦，给你脸色看。所以父母对孩子要有耐心，因为孩子往往会把父母对他们的爱和关心曲解成烦。我以前也是这样。是吗？那一年，一家人到澳洲旅行，我心想，那应该是最后一次和父母出国旅行。上了大学，我要独立，要离开父母。没想到，那真的是最后一次。可是，当失去父母之后，才发现，原来自己是那么爱他们。所以你别失望，其实孩子们都是爱你的，只是他们并不知道。Hello，Yes， OK，好，马上送到啊。快点要开工了。彼得，我可以今天不要做吗？你今天可以不要吃吗？怎么有钱不要赚？我好像伤风了，还有点发烧。我们的 customer 最喜欢烧的，你越烧他越喜欢。那，我帮你买退烧药啊。彼得，是真的很辛苦，我要去看医生。Sorry 小姐，谁叫你欠我老板1万块？现在每天你要帮他赚1000，所以3个 customer 一天等到你 hit 好你的quota后你再慢慢烧 ，OK？ 烧到你发焦都可以啊，帮你买药啊，等我。没有死过哦！不要演戏啊！把药吃了，假死！我去厕所。放开我啊！如果我放开你，就连我电话都不接了。你再不放，我喊非礼啊！好啊，你喊非礼啊。好了。放手啊，喊非礼啊！再不放手，非礼哦！哇，你跑很快哦！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那个浩莲。彼得，我们走，不要管他。喂，你要带他去哪里啊？去 hotel 开房，大哥要赚钱的。他病成这样，你还要叫他去开房啊？哎呦，你同情他我也很同情他嘞。可是他借阿龙1万块嘞，1万块啊！你懂吗？阿龙天天都是算利息的，一天不赚钱，1万滚到10万呢。怎么？你要帮他？帮他还钱呢？哎呦，没有钱了，滚啦！混蛋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浩莲，我拜托你，你先走。彼得，不要管他，走。跑啊！呀！Hello， 他只是带我去看医生罢了。你把房号给我，看完医生我马上过去。你不要把事情闹大好不好？他还是个学生罢了。你的医药费我一定会赔偿你的，放心。Miss Lau， 到你了。来了 ，Abby， 到你了。Abby 啊，记得准时吃药啊。顾着你自己就好了啦。这几天尽量不要出门，上学就待在学校里，放学就马上回家，听到没有？你不用为我担心的，
那些人啊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 Superman、Batman 还是 Iron Man？ 还是叶问？那些家伙是黑道啊！哼，黑道又怎样？这里是新加坡，你以为他们敢在这里胡作非为吗？新加坡难道就没有打人、砍人、杀人事件吗？我会帮你求情的。总之，我拜托你不要再给我惹麻烦了，好不好？我走了，不要跟着我，也不要找我。艾比啊，陈浩莲，我是说认真的。你如果再跟着我，再敢找我的话，我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跟你说任何一句话。柔雅这个 idea 实在是太好了，为什么总裁是不满意呢？我一定想不出这个方法了。静静啊！你神经病啊！要发谁就去发，不要影响我工作。你才神经病吧！昨天晚上一直对着这个电脑，不是敲自己的头，就是跟自己说：快想出好点子，快想出好点子，争气一点啊，陈浩威！柔雅在看着你，拜托啦，都被炒鱿鱼了，还装一副身负重任、连夜赶工的样子。就算真的给你工作，这个猪脑袋可以想到什么啊？你 shut up 啦！哦，嘴巴是我的，我不要杀了你能怎样？哎，你啊，整天只会装流氓哎！流氓？你自己看看，流氓总好过你这个小男人呐、想要学会追女孩子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女孩子最讲究的就是安全感，女孩子要的就是一个男人的保护，你做得到吗？你哪一点像男人了啊？你说什么？是男人就不要畏畏缩缩，畏畏缩缩就不要学人家追女孩子。我看你还是不要再柔雅来柔雅去了。像你这种人啊，只会暗恋人、偷拍人，那也就算了，还要争气一点。柔雅在看你，柔雅在看你什么？看你发神经的样子啊！你受够了没有？受够了没有啊？哇，痛手啊！生气啊，要打人啊！打我啊！打我啊！神经病！对哦，忘记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那你去找人来打我啊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去调黑道来打我，我也不怕。死人黑道，混蛋，一个两个都没种，只会欺负女孩子，只会利用女人来赚钱，只会做阿龙放高利贷。有种你找我啊！有种你打我啊！你脑子进大便了，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啊！哇，我说了那么多，你还听不懂啊？白痴，果然是猪脑袋啊！哇，干嘛？生气呀？我说你是猪脑袋啊！笨！扎死你！哇，你用什么扎我啊？混蛋！今天律师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文件已经准备好了 ，You have a look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签字吧。这个婚我们是离定了 ，OK， 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呀，是 Daddy 吗 ？Daddy， 你千万不要签了，妈妈现在在医生的家，你快点。Can you just keep quiet, Mr. Wong? Let me tell you, OK？ 从今天开始，你和你的孩子过你们的日子，我和我女儿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，OK？ 小心来了！我们阿姨姨丈，楼上打起来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浩威哥哥和浩亮哥哥在楼上打架。怎么样啊？喂，住手！放手！不要打了！两个人架就闹事了，学人家打架。你问问他，吵不赢人家就玩暗算，他在我背后戳我一刀啊！浩威，你怎么可以弄伤你弟弟啊？你听到废话啊？我哪里有戳他一刀啊？我只拿铅笔戳了他一下子而已嘛。像你这种卑鄙小人，才会玩背后暗算。卑鄙小人，你有把你当大哥吗？啊！说我神经病，说我是猪脑袋，说我不是男人，他说我不是男人呢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骂你哥哥啊？难道不是吗？猪脑袋，猪脑袋！浩莲，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。这里没你的事，你最好给我住口啊！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世界上那么多女人，你为什么偏偏要选一个那么令人讨厌的女人当老婆啊？你说什么啊你？我真的那么令你讨厌吗？是，你不止讨厌，你还可恶，整天自以为了不起，想帮这个帮那个，你帮屁啊！
你凭什么扣留那张支票？那是 Abigail 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一个残废的弟弟要照顾，他有一个体弱多病的阿嬷要照顾，就因为你扣留那张支票，他要跟大龙借钱，他要被黑道控制。浩莲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女孩子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她不是什么好人呐、她之前串通你来骗我的钱，现在又敲诈 Uncle Robert。敲诈？敲什么诈？一个女孩可以跟你那个猪哥朋友敲诈什么？要不是因为她做亏心事，她会乖乖拿出5万块吗？她有那么伟大吗？不要让我看到她，不然我一定打死她！你说什么？你简直像个流氓啊你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不如你去问问你那个朋友，他对 Abigail 做了什么恶心的事？还是你一直以来都知道，只是装作不知啊？哼，同病相怜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2个同病相怜呐！他现在会这个样子，就因为有你这样的父亲。我是怎么样的父亲？你没用，就因为你没用，妈才会死得那么惨。就因为你跟猪一样笨，才会失去工作，生意差一点破产，你才会跟一个混蛋称兄道弟。幸好从小我就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争气，我不可以像你一样窝囊，像你一样没用啊！哎，睁开！浩莲，浩威，快去追你弟弟！不要，去啊！学妹算了吧，这个孩子无药可救了。你跟他斗气什么啦？浩威，快去！你弟弟性格冲动，万一在外面惹出什么麻烦，那就糟糕了。去啊！麻烦了。上来。我求求你不要再打电话来烦我了，好不好 ？I already said let's get a divorce, OK？ 哎，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，没事吧？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你才来问？什么战争？是浩然哥哥和浩威哥哥打架。然后就是姨丈和浩然哥哥吵架，然后姨丈给浩然哥哥1巴掌，然后浩然哥哥就离家出走了。哇！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？哎呦！小浩威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叫我去找浩莲哦？找他，他给我个过肩摔，痛死了。哎呦，你们为什么要搞到这样？他是你弟弟，你就更要让他一步吗？好了，你们都不要理他了。他有本事的话，就不要给我回来。妈咪，你不吃了，菜很好吃啊。我没胃口。为什么？现在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兄弟打架，浩莲搞高离家出走，你还有心情吃饭啊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呢。小玲，不用为那个臭小子操心了，他要闹脾气就让他闹个够，我看他可以闹到什么时候。你不操心，我操心啊！我一想到我大姐留下这4个孩子就这样子走了，小叶，你不吃啊？我吃。吃了，吃到你够为止了，没心没肺的东西。哎呀，小叶，我只想吃多点饭嘛，这样也要被挨骂。吃是无所谓，可是吃到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呀。如果你是外人，没有血缘关系，平时做样子，装作好像很关心家人的样子，一旦发生事情，只顾着自己大吃大喝，那我没有话说。你就不一样，你跟你哥可是同一个娘生的。哇，小叶，你的对白很像那些古装剧。你可以认真一点嘛！现在你哥离家出走不是开玩笑的事啊！哎呀，
咪，你不用那么紧张啦。你以为离家出走那么容易吗？书都有写啦，家是避风港，家是温暖的窝。离家出走就是离开避风港，离开温暖的窝，没地方睡觉，没地方冲凉，没地方上厕所。如果没有钱的话，连吃的喝的都没有。我们是连睡觉都不能没有 aircon， 冲凉不能没有 heater 的一代。所以啊，他挨不了多久的，很快就会溜溜的跑回来了。喂，慧妍姐姐，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你是不是离家出走过？是啊，不过没有人知道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早上离家出走，半夜12点就回来了。小慧心，你是大姐啊，不要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你有弟弟妹妹的，你可以多关心他们，多照顾他们吗？还有你啊，小浩威，你是哥哥就一定要有哥哥的样子，动不动就跟你的弟弟打架翻脸的，像话吗？妈咪，你不要再讲了啦！你每天在 Australia 都受大哥和二姐，他们才受不了的。你以为说话不必浪费口水，不必浪费力气吗？如果我不关心他们，不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大吃大喝，什么都不管的。小林，说话不止浪费口水、花力气，肚子也容易胀风，怪不得你没胃口。少说话，多吃菜吧。你以为我像你啊？到这个时候还可以在这里大吃大喝的？就是这个时候，才要多吃多喝，要不然哪来的力气东奔西跑找人？吃完饭，大家出去找浩莲。学妹阿姨啊，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吧？是啊，学妹，不用那么担心那个臭小子的。本来是可以润他使一使性子的，可是我越想越不放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提到，就因为你扣留那张支票，他要跟大龙借钱，他要被黑道控制。黑道，他提到黑道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。糟了，他该不会去招惹黑道吧？这也是我担心的。依他的性格，不管是黑道白道，他都不管的。对啊，他以为他自己拿了跆拳道冠军，就是武林高手，天下第一了。那赶快去找人啊！我们还在等什么？先吃饭吧。OK fine， 你们要慢慢吃是你们的事，我自己去找。你还在吃啊？快点啦！ OK 了。Hurry up！ 喂，我当你是朋友才第一个找你的，没想到你他妈不够朋友啊！算了。喂，志伟啊，今晚方不方便让我在你家睡一晚啊？陈浩莲啦。对啊，离家出走了。不如你趁他们睡觉的时候，你让我进去吧。反正明天早上我就走了，我答应不会打扰你们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喂，我当你是朋友才第一个找你的，没想到你他妈不够朋友啊！算了，没一个是朋友。就是不听我的电话，你这臭小子啊！你知不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关心你的人是我啊？哎，真是的。妈咪 What？ 这里除了蚊子之外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
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 shopping mall 找？那里不会黑漆漆的，还有 aircon。你以为你的浩莲狗狗是去 shopping 啊？哈，还 shopping mall？为什么离家出走不可以去 shopping mall？离家出走是很凄凉、很可怜的，哪有什么心情去 shopping mall 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我们这么久没有去 shopping mall。哎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哈，干嘛扯到我们这里来？因为我们也是离家出走啊。离就同我离。妈咪，怎么了？走到脚软啦！谁叫你不要听虎妈的劝告？虎妈都说了，要吃饱饱才有力气找人。你左一句虎妈，右一句虎妈的，你真的觉得她很厉害啊？哈！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胳膊就会往外弯。反正那么深的话语我也听不懂。那你没用这3个字，你听得懂吗？哈！你整天啊，只会帮外人欺负你自己的妈咪。我哪有？还说没有？你整天不是帮那2个小混蛋欺负我？妈咪，你为什么骂我？哪有骂你？你骂哥哥和姐姐是小混蛋，我是他们的妹妹，那我也是小混蛋啊。你不一样，你是我生的，他们不是。你就是这样。我怎么样？整天都说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其实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人家虎妈都不会这样的。那你来说一说，人家虎妈怎么样？她虽然没有说要把慧妍姐姐他们当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她真的是很关心他们啊。你又怎么知道她很关心他们？喂，我有眼睛看的啦。就像别人用眼睛看你。我很担心人家看我吗？我怕什么？我可是真金不怕红炉火。听不懂。是啊，他很关心他们呢。我看了，他现在还在家里大吃大喝呢。哎，你干嘛打我啊？有蚊子啦！走路小心点。哎呀，我有sensor，OK？你从一出门到现在就当低头族，怎么找人呢？哎呦，都跟你说我有sensor咯。如果小哥出现在500米之内啊，我都能感觉得到。那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？没有。不过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叫我们去猫找人啊？上次你离家出走去了哪里啊？我先去家里附近的 mall， 然后去 Orchard 的 mall， 然后去 Marina 的 mall， 然后再去 Harbourfront 的 mall。可是 mall 关门了之后，就不懂去哪里了。来来去去都是 mall。新加坡人不去 mall 去哪里啊？有道理哦。外面的天气这么热，又免费的 aircon 不吹，好像是有点笨哈。打电话给大哥大姐，看看有什么发现。啊，对了，欠你一句话，감사합니다。怎么不会听啊？那就吃亏了喽。Cuma nia yo。哎，大姐，小妹，喂。慧妍1号或加号为大大1号，那边有没有什么发现啊？没发现到什么。我跟大姐已经从1楼跑到10楼了，什么都没发现。现在准备去另外一个商店看一下咯。小姨啊，进了公园后就迷了路，怎么都找不到出口出来。最可怜的就是那个玛格丽特，身上被蚊子咬的都是包啊。现在老爸正赶过去找他们哦。不要跑！站住！浩莲，不要跑！看到浩莲了，浩莲被人追啊！什么？大哥说他看到小哥在跑，后面有人在追他。喂，浩威，你们在哪里？克拉基的一个商场。好，我马上报警，你们小心点，保持联络。走。说，为什么偷我的钱？我没有偷，我是跟你借啊！你还敢顶嘴？你和我赚的钱，我100倍还给你啊！你说，你偷钱是不是拿去赌博？不借就不借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浩莲，
有本事出去，就不要给我回来！爸，浩莲。重要是了解谁